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夜晚。王一博刚结束拍摄工作，驾驶着熟悉的座驾驶离片场。灯光交织，城市喧嚣，而他只想安静地听听风声。然而，一声刺耳的砰划破黑夜，车辆失控，护栏崩裂，金属与混凝土的碰撞让空气都凝固了。新闻报道中提到，车速不快，天气晴朗，路线熟悉，一切都不该出错。但事故却发生了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车祸后的一系列细节让人怀疑，这或许不是意外。事故发生后，王一博所属公司第一时间发布声明，称只是技术故障所致，驾驶人无大碍，正在休养。然而，粉丝和业内人士都察觉到不对劲，声明冷静的异常，没有感情，也没有进一步解释。而那一刻，社交媒体上流传出的照片中，车辆受损严重，甚至有明显的刹车线痕迹延迟。若真是技术问题，为何制动反应迟滞？为何监控画面被紧急调取并封存？一系列问题让原本的事故渐渐染上阴影。在恢复期间，王一博几乎没有公开露面，没有更新社交账号，没有回应外界的猜测。对于一个一直以冷静和克制著称的他来说，这样的沉默更像是一种压抑。身边人透露，他曾多次独自查看车辆监控、修车记录。一个平时对细节苛刻到极致的人，似乎已经嗅到不对的味道，这次事故不单纯。众所周知，王一博身边有一个合作多年的老搭档，他们共同经历过最辉煌的时期，也互相扶持过最艰难的低谷。两人一度被誉为娱乐圈最默契拍档。然而在事故后，这位朋友突然销声匿迹，不发声明，不探望，不露面。有人说他在国外拍摄，有人说他避嫌，但有眼尖的网友发现，事故前几天，他恰好也是最后一个接触过王一博车辆的人。事故后，保险公司和警方都介入调查。最初的报告显示制动系统失灵，但随后被某方修改为路面湿滑。直到有内部人士曝光了原始数据，刹车线路确实被人为改动过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维修记录显示，几天前，车辆曾被一位熟人以安全检查为由带去调试，而那份签字的人正是王一博最信任的合作伙伴。王一博一直以信任、护人著称，他相信友情，也尊重团队。这个人曾是他最倚重的存在，一起训练，一起吃饭，一起梦想。而如今，若真是那人动的手脚，这种背叛比车祸更致命。外界纷纷猜测动机，是嫉妒，是竞争，还是更深层的利益纠葛？娱乐圈的光鲜背后，总有暗潮涌动。有爆料者称，这次事故其实是一次警告，一博曾拒绝签下某品牌代言，因为那背后涉及灰色资金，而那家公司与这位朋友有密切往来。若这一说法属实，那么事故已不只是私人矛盾，而是被推上了资本博弈的棋盘。娱乐圈的黑暗从来不是传说，而是被粉饰的现实。王一博的团队曾试图调取事故当晚的路口监控，但奇怪的是，录像从关键时刻起突然中断，仿佛被人提前删除。谁有能力删除官方监控？谁有动机掩盖？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拥有资源与权力的隐形之手。王一博的事故或许是一场有计划的事件，而那个被他信任的人只是执行者。在王一博最初的怀疑中，他一度不敢相信，那个笑着说兄弟的人竟会在背后动手。可当他拿到那份签字文件，看到那熟悉的笔记时，一切的信任都崩塌了。那一刻，他没有愤怒，只有心寒。真正的伤，不是肉体的疼痛，而是被最亲近的人利用的无声撕裂。随着更多线索被挖出，网友开始疯狂猜测，各种名字在热搜榜上闪烁，讨论、怀疑、愤怒接踵而来。但王一博依然保持沉默。有人批评他太软弱，也有人说他是在等待最佳时机。而懂他的人都知道，王一博从不喜欢吵闹，他只相信证据。几个月后，一份合同纠纷案突然曝光，
其中涉及多位业内知名人物。细心的粉丝发现，那份名单上就有曾与王一博关系密切的那位搭档。有人说，这是王一博的反击。他没有喊冤，也没有怒斥，而是用冷静和智慧，让真相一点一点浮出水面。这段关系的破裂，让许多粉丝心碎。曾经的默契，如今只剩对立的沉默。而王一博在一次私下聚会上被人问到此事时，只轻轻说了一句：有些人不值得被原谅。这句话像一柄刀，锋利、决绝，也让人心疼。王一博的沉默从不是懦弱，而是一种自我保护。面对流言，他没有辩解；面对背叛，他没有反击，至少在表面上没有。但业内人士透露，他已悄然调整团队，切断一切可疑合作关系，用行动告诉所有人，信任可以给，但绝不盲目。在他最低谷的时候，粉丝们并未离开，他们自发组织支持活动，为他辟谣，为他发声。那句他值得更好的世界刷遍全网。有人说，王一博之所以能重新站起，是因为他身后有千千万万个光。警方调查最终确认，车辆确实被人动过手脚。虽然官方没有点名，但那份技术报告泄露的签名已足够说明一切。那一刻，网络沸腾，粉丝哭了，业内震惊了，而王一博只静静地发了一张照片，背影，夕阳，配文，有些路要自己走完。这次事件让王一博更坚定，更清醒。他开始专注作品，不再随波逐流。他用实际行动回应世界，真正的强者不是不会倒下，而是能在伤痛中重新站起。如今的他，不再是那个信任天真的少年，而是一个看透人性，依然选择善良的男人。这场车祸事件不仅让王一博成长，也让整个娱乐圈开始反思。多少意外其实背后都有剧本，多少友情被利益吞噬。王一博用经历告诉所有人，光鲜的舞台之下，有血有泪，但唯有坚持本心，才能不被黑暗吞没。如今的王一博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，他笑了，干净如初。那笑容仿佛经历过地狱后仍相信光明。他没有再提过去，也不需要。因为最好的反击就是活得更耀眼。林一博在真相逐步浮出水面的那段日子里，不仅遭遇了情感上的背叛，更被推上了法律与舆论的显微镜下。法律程序像一台缓慢但无情的机器，证据收集、专家鉴定、笔迹比对、第三方证明，每一项都需铁证，如同拆解一枚计时炸弹般谨慎。对于公众人物而言，法庭之外的民意法庭往往更难以应对。社交平台上的猜测、标题党媒体的标题以及匿名爆料，都能在一夜之间放大罪名或妖魔化当事人。在这场双重审判中，林一博学会了如何用制度化的方式保护自己。他和律师团队选择公开透明地提交鉴定报告，合作可信的第三方检测机构，并在允许的范围内发布声明，以澄清关键事实。同时，他的团队邀请心理专家与危机公关顾问共同制定长期沟通策略，既要维护法律严肃性，也要照顾公众情绪。更复杂的是，法律不能马上抚平情感的裂痕。粉丝与反对者之间的撕扯会在社群里形成群体极化，任何一句不慎的话都可能被放大解读。因此，林一博在这个阶段学会了沉默的艺术，不争辩无谓的谣言，将精力投入证据与作品上，用事实与时间来证明清白或还原真相。这种策略短期看似被动，长期却稳稳地把控制权从情绪回收回制度与事实之上。公众人物的处境提醒我们，在名誉受损时，法律程序与理性沟通是最可靠的防线。而作为观众与消费者的我们，也应在信息过载的时代保持怀疑与理性，不被标题所左右。林一博凭借耐心、专业的法律团队以及逐步透明的证据链，最终把舆论逐步引回了事实轨道，但这条路代价沉重且不可逆。